2023年1月 ，BAE 系统公司瑞典分公司宣布，该公司已经获得瑞典国防采购局价值3000万美元的合同，将为瑞典陆军生产20辆雷神之锤自行迫击炮系统，用来弥补瑞典陆军向乌克兰援助弓箭手自行榴弹炮后远程火力的下降。目前，瑞典陆军仅装备有48辆弓箭手自行榴弹炮，在援乌12辆之后，瑞典陆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BAE 系统瑞典分公司表示，这20套雷神之锤自行迫击炮系统将在2025年前完成交付。至此，瑞典陆军这款自行迫击炮的订单总数达到了80辆。那么，瑞典在送出榴弹炮后，面对远程火力的降低，为何反而选择增购自行迫击炮来弥补？该款迫击炮系统人送绰号雷神之锤，其火力真的有如名字一般霸气吗？说起瑞典这个国家，大家可别因其作为永久中立国就小瞧。瑞典的武装力量规模可是北欧国家中数一数二的，尤其是瑞典陆军，其主力为110辆 STRV-122A 主战坦克。该款坦克以德国豹 2A5 为基础改进而来。除此之外，还装备有354辆各型 CV90 步战车。在远程火力方面，瑞典陆军共装备有48辆弓箭手自行榴弹炮，以及40辆阿莫斯双管自行迫击炮。瑞典在2023年1月18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批总价值为4.19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50辆 CV90 步战车、12辆弓箭手自行榴弹炮，以及 NLAW 反坦克导弹、扫雷器械和轻武器等装备。这意味着瑞典陆军一下子就丧失了1/4的远程火力，而瑞典的选择为何不是补充弓箭手自行榴弹炮呢？3个字总结就是嫌太贵。首先，我们来看弓箭手，其性能在当今世界各国轮式自行火炮当中可谓独步天下，技压群雄，被誉为北欧炮王。但是如此强悍的性能是通过真金白银堆出来的。弓箭手的单炮价格高达450万美金，如果再算上弹药车、支援车等配套车辆，全系统价格轻轻松松超过500万美金。这也导致挪威、印度等买家纷纷放弃订单。目前，瑞典即是弓箭手的唯一使用国，而订单的减少又进一步恶化了产能。即使瑞典忍痛花高价购买，产能跟不上，也没办法在近几年内弥补远程火力的空缺。但在这个155毫米炮弹满天飞、1000公斤炸弹都不稀奇的年代，迫击炮的火力能与榴弹炮相比吗？这就要提到二者的不同作用了。虽然迫击炮的射程不如榴弹炮，但在射速和弹道弯曲性能方面却远强于榴弹炮。迫击炮由于是采用纺锤型尾翼稳定炮弹，这种外形的炮弹初速低，发射要势能消失后，阻力增加，落脚基本接近垂直，特别是大仰角射击时，炮弹落脚基本垂直，因此弹道弯曲很大，并且迫击炮的膛压比榴弹炮低，同口径迫击炮弹比榴弹装药多，威力大。因其弹道弯曲，炮弹落地接近垂直，再加上纺锤外形，爆炸破片飞溅得更均匀，杀伤面呈圆形。而榴弹弹道低，炮弹以一定倾角落地爆炸，杀伤面呈长方形，一部分破片会埋到土里，形成无效杀伤。因此，迫击炮在战场上依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适合瑞典这样的多山地丘陵的国家，作为地面部队的重火力支援武器。那么，既然选择增购自行迫击炮系统，为何不选择已有的阿莫斯呢？还是因为价格问题。阿莫斯自行迫击炮是世界上第一种正式列装的炮塔式双管自行迫击炮，一经亮相就惊艳全球。因为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国家的自行迫击炮采取的都是最为简易的做法，那就是在装甲运输车的底盘上直接架上步兵用的迫击炮。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方便省事儿，费用低，但方便的结果就是其生存能力与火力精度都没有本质的提高。而阿莫斯从外观上就与那些便宜货不一样，并且其最大的特点是极高的射速和精准度。由于采用后膛装弹的自动装弹机，完全实现了全程自动化，
不用装填手反复抱着那么重的弹药连续举高，外加双炮管并列结构，射速翻倍，其爆发射速能够在15秒内连续发射16发炮弹，平均下来不到1秒就能打1发。除此之外，阿莫斯还配备了先进的火控系统，由火控电脑、导航、定位和姿态测定系统组成，可以根据不同的弹种自动计算射击角度，能够确保这16发炮弹命中同一目标。炮塔式的结构使得其防护性能强的同时，还能360度全方向射击，但这样出众的性能同样是钱堆出来的。该款自行迫击炮比弓箭手还要贵，单台价格为680万美金。而雷神之锤就不一样了，其可以看成是阿莫斯的简化版，是瑞典在2019年在阿莫斯基础上推出的简版，其结构更为可靠且造价更低。根据2016年瑞典国防物资管理局与 BAE 系统公司签署的合同，瑞典陆军采购40辆雷神之锤，总价为 5.75 亿瑞典克朗，综合6800万美元，平均一台的单价为170万美金，仅为阿莫斯的1/5。那么雷神之锤作为价廉版的阿莫斯，其在哪些地方有所简化，又是否影响性能呢？雷神之锤延续了阿莫斯的双管120毫米迫击炮的设计，但很多人在第一次见到雷神之锤的时候，会惊讶于这款自行迫击炮怎么安装了4根炮管。从外观上来看，这款由 BAE 系统公司研制的模块化迫击炮系统确实像是装备了4根呈田字形分布的炮管，但实际上位于上部的2个管子并不是炮管，而是炮弹装填装置。这就是雷神之锤相较于阿莫斯的减配处之一。不同于阿莫斯的后膛装填火炮，雷神之锤配备了2门120毫米前膛装填迫击炮。在装填炮弹时，装填装置首先会下沉，此时车内的装填手将迫击炮弹放入装填装置内，然后装填装置回升，达到一定高度后，将炮弹塞进下方的2根炮管内，然后迫击炮弹就会滑入炮管底座，撞击机针，完成击发。传统采用前膛装填的自行迫击炮一般会采用开放式炮塔设计，来以满足炮手的人工装填作业。但是这类自行迫击炮的密封性很差，更谈不上什么防御能力了。为了能在密闭式炮塔内进行前膛装填操作， BAE 公司才设计出了这款表面上是4管自行迫击炮，实际上只是双管迫击炮的产品。这样的炮口造型，与其说是特立独行，不如说是密封性与装填方式之间的妥协。而阿莫斯采用后膛装填火炮，迫击炮的结构与常规深管火炮一样，炮弹从炮尾填入，因此能够装备自动装填机，这样可以提高射速。缺点就是重量过大，结构复杂，另外整体成本也很高。相比之下，雷神之锤由于采用炮口前装填的设计，因此炮管只有很少一部分露在外面，因此其在外观上看起来没有阿莫斯威武，不过的确也更符合雷神之锤这个名字。而采用这装填方式的优点是结构相对简单，零部件的可靠性更高，同时整体重量也较轻。但实话讲，120毫米迫击炮弹本身重量也不轻，一般都在15至20千克左右。雷神之锤配备的装填装置实际上只是替装填手省掉了装填这个操作而已，其他的动作还是全部需要人力来完成。一旦人肉装弹机的体力消耗过大，其作战效率自然也会下降。因此，相比于配备自动装弹机的阿莫斯而言，雷神之锤的射速要逊色不少。前者在爆发射速下能够在15秒内连续发射16发炮弹，后者的最大射速为60秒内连续发射16发炮弹，并且持续射速要降低到每分钟10发。这样的改动要说优点的话，自然还是省钱了。毕竟大部分的操作全部都由2个人肉装弹机承担了，主要消耗的都是面包牛奶，当然省钱了。雷神之锤减配的另一方面则是在炮塔上，
别看其与阿莫斯一样都是采用独立炮塔，但雷神之锤的炮塔并不能360度水平旋转，其火炮的射界仅为左右各60度，而俯仰角在45至85度之间。这样的设计虽然会导致其在作战中降低一定的灵活性，但却简化了生产，并能降低制造成本。并且由于阿莫斯的炮塔需要像坦克一样全向转动，因此其在炮塔下方装备了人员吊篮舱，但雷神之锤则不需要这一结构。带来的好处就是车体内部空间更大，其所携带的56发120毫米迫击炮炮弹储存在炮台尾舱内，不仅使炮台内的人员有宽敞空间，也使得弹药的储存更加的安全，增强了全车的生存性。极限状态下，可全车搭载104发炮弹，分别置于车体和炮塔后方的弹药架等部位。在需要补充弹药时，可打开炮塔后面的舱门进行操作。雷神之锤的炮塔内同样装备了火控系统，但由于降低成本的原因，其装备的火控系统并不支持阿莫斯所具备的移动射击能力和多发弹同时命中同一个目标的能力。同时，其所配备的导航系统也更换为瑞典自己的平价版 POS2 导航系统。至于其他方面就区别不大了。车体方面，两者都可以采用瑞典的 CV90 步战车，但阿莫斯有2款底盘，分别是履带式和轮式，来满足不同需求。其中，芬兰陆军选择了本国帕特里亚轮式装甲车为其底盘，而瑞典则选择了 CV90 履带式步战车底盘作为其底盘。履带式的最大行进速度稍慢，但通过性更好，在泥泞路段能够更好地发挥机动优势。而轮式底盘的公路最大速度更快，其战术机动性更高，但由于轮式底盘的承载力较弱，需要装备额外的炮塔减震装置。本着省钱的原则，雷神之锤现仅有 CV90 履带式步战车这一款。其防护方面，在拥有基础装甲外，还能够加装附加陶瓷装甲，可以抵抗 14.5 毫米口径穿甲弹的攻击。至于发射的弹药，雷神之锤和阿莫斯则一样，都可以发射120毫米口径的各类迫击炮弹，包括反装甲榴弹和灵狐红外末制导迫击炮弹。该炮弹头部配有红外导引头，尾部配有折叠式可调弹翼，用于修正弹道。其对点状固定目标的命中概率不低于 90%， 战斗部破甲厚度可达550毫米，增程型最大射程可达8000米。因此，在最重要的火炮威力上来看，二者是一致的。不过其缺点也是有的，但这缺点是二者的通病，即所有的迫击炮的炮弹都有飞行速度不快的弊病，这样就很容易被反炮兵雷达侦测到。但总体而言，雷神之锤一旦锁定目标，就能打出一轮毁灭性的炮弹。其装备瑞典陆军后，能进一步增强其远程驱射火力以及反装甲作战的火力。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雷神之锤通过降低的性能来换取价格的降低是否值得？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